Hello Hello， 胖妮儿来喽！很久之前，胖妮看过一篇文章，写的是周公子的演技。作者评价周迅，他特别擅长反向的表演，即观众以为此处应该是情感外放的，但他偏偏是向内的，给人的感受十分震撼。《如懿传》中，周公子的表现给胖妮印象很深的是两处，一是景阳宫皇后服毒死在如懿面前，周迅没像一般的演员那样大声咆哮着姑母你不要丢下我啊，而是用沙哑的声音低沉而惊惶无措的呢喃姑母姑母。他的眼睛里全是吃惊，双手颤动。二是阿若突然揭发如懿的时候，周迅给出的反应是下唇颤抖，又努力压抑着这种颤抖，眼睛里有眼泪在转。这两处的表演看似平静，其实平静下压抑着巨大的情绪和呼之欲出的力量。而胖妮在观看的时候是陪着流下了一些眼泪的。记得有人采访周迅，问他在表演的时候有什么技巧，周迅说我就把自己带入到场景中，就找到感觉了。其实作为观众，咱们也可以想想，如果把自己带入到如懿的位置，面对姑母的骤然离世，面对亲如姐妹的贴身侍女的突如其来的背叛，我们可能真的没有力气大声呼啸着表达悲痛，没有那么快的反应速度从震惊中醒过神来斥责对方。我们的真实反应很可能就像周迅表现出来的那样，觉得天塌了，让我先缓缓吧。人们都说自古真情留不住，总是套路得人心，但我觉得不管多么高明的套路，只能在短时间内起作用，能够真正打动人的永远是真情。说到这里，我们可以在《如懿传》中找几个反例来分析下，比如白蕊姬。整个剧中被白蕊姬寄予最深的感情的就是她那个夭折的孩子，看起来她对这个孩子的感情实在是太深了，深到自己都被困在执念中出不来。听闻如懿是害她孩子的凶手，白蕊姬擅自跑到延禧宫鞭打如懿，后听闻阿若是害孩子的凶手，她又扑上去扇耳光，悲痛到几近晕厥。但是全剧中最让胖妮动容的不是那些她情绪崩溃着大喊我的孩子的瞬间，而是她生子次日初次听闻孩子已经不在时流淌出的那一滴泪。那一滴泪里的所含真情的纯度是很高的。到了最后，白蕊姬也承认，这些年来她之所以盯着那个夭折的孩子不放，是因为想以此来引起皇上的同情。想想她这样做也是情有可原。生了孩子之后，白蕊姬就得了很严重的妇科病，在南市寝和生子，没了皇上的恩宠，又不像海兰那样可以有一个皇子傍身，她和皇上之间的联系仅有那个夭折的孩子了。如果她不一次次提到那个孩子，表现出陷入执念出不来的样子，皇上怎么还会记得有她这样一个人呢？如懿也曾失去过2个孩子，永景夭折与白蕊姬的孩子夭折相似，都是刚出生就没了气息。而景嗣的去世对于身为母亲的如懿来说，痛苦则更加尖锐。她是切切实实在如懿身边活了好几年啊，她都会叫皇额娘了，知道要穿红衣服好看了。但是你看如懿失去了2个孩子，在短暂的悲痛之后，可曾时时提起，可曾动辄放声大哭？但她不提，就证明她对孩子的爱少吗？胖妮理解的，母亲对没能留住的孩子的爱应该是很隐私的事情，常常拿出来晾晒，甚至夸大，是对这份爱的亵渎。但白蕊姬不得不亵渎这份爱，因为她要生存，如懿不必去亵渎她，因为她还有其他的筹码。与母亲对孩子的爱一样，孩子对母亲的爱中也存在着套路。在《如懿传》中，景瑟公主一直立的是孝顺的人设，但是她的孝顺不管形式上多么完美无缺，也总是不能感人。说到底，她所标榜的对母亲的爱中有太多的私欲。当年富察皇后怀永从，景瑟去探望，富察皇后告诉她纯妃为她新添了妹妹，景瑟说她的女儿怎么能和我相比，我是嫡公主。后来富察皇后去世，景瑟从蒙古赶来，她对如懿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说明只有富察皇后才堪当皇后，也只有富察皇后是唯一的，不可取代的，她嫡公主的身份也才是唯一的，不可取代的。与之相似的还有魏嬿婉，
他口口声声说爱妻公主，却在长街上与影妃撕扯，掐妻公主的脸，丝毫不顾及孩子的感受。嘉妃说爱永成，要推他到太子的位置上，后面却总要接一句，不管你走到了哪一天，都不能忘了御史，不能忘了御史王爷。皇上说爱韩相见，给他最美的服饰，最可口的食物，最华丽的楼阁，却不能给他生而为人的基本的自由。我们总会发现，那些带着套路的爱，不管表现得多么气势磅礴，却很难让人共情。或许这就是人的心灵比头脑高明之处吧。如果生活中一些看起来很像爱的东西，却引起了对方的逃避、排斥，甚至反感，它的纯度通常很值得怀疑。真正的爱是令人愉悦、舒适的，是人们向前行走的过程中永远的后盾和力量源泉，是人一辈子最珍贵的财富。好了，本期的影片就到这里。喜欢胖妮，辛苦给影片点赞，订阅胖妮，下期更精彩。